节开始了啊！今天要帮大家介绍这一支经典中的经典，1889年就产的到现在香水，到现今最古老仍在持续生产的香水之一哦，对不对？娇兰，而且首款自称 parfum 的作品，开启了香水工艺之路。他有对他当年他就有出淡香水、淡香精跟香精精粹啊，那时候是这样，就是 S3 的那个精粹版本。好，那这是复刻版吧？对，这是复刻版的瓶子，它以前是另外的那个瓶身，因为很久了嘛。然后这次比较特别是它，我们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因为之前女神有自己带一批香水回来，其中一支也是她，然后那时候她是用在总店就是装那个漂亮的密封瓶那种，就是精品那个去装出来的嘛。对。然后那时候她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有拍一支影片，也是有特别提到。这一支它就是比较特别，是它是第一支用合成香料，就是让香水跨很大一步的一个作品。是，对，因为在这个之前，就是1889年之前的香水都是用单一原料或是天然的原料去制作的，那它可能香味的层次上比较没有那么的丰富，是对，因为你很天然的香气，你很多是没办法去直接萃取出来的。对。那从这个合成香料之后，就开始有很多比较特殊的味道，或是一些想要模拟出来的味道。从这个之后，才慢慢的一直到现在，才有那么多丰富的香味出来。哇，所以它算是一个以现代来讲，也很跨时代的一个工业革命4.0进入 AI 时代的意思就对了啦。对，就是一个跨到另外一个那个纪元的感觉。因为水蜜桃可能萃取出来香味跟我们吃水蜜桃的时候你闻到的气息是不一样。对，那因为有这个技术，它就可以把它的香味修正到类似我们在吃的时候感受到的那个气息，就不会是那个萃取出来不好闻的味道。对，就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感觉。那我们赶快来试一下。好，比较可爱的。来看一下这支的味道。它当初呢是设计是以女生嘛，但是这一支男生也非常喜欢，蛮中性。对，因为它保有它娇兰传统的微醇香的基调，但没有很明显，是没有特别讲，我是不会觉得它有全香的味道在里面了。哇，很复古感呢。对，就是你会在。很有欧洲舒服世纪的味道，对吧？对，很多那个房子很奇怪啊，他们就已经看起来就很斑驳，就很老旧，可是整个区域你就是感觉有古典的美感在，对不对？对，就这个香味也跟视觉是一样的。你明明以你现在闻了这么多丰富层次的香水，你会知道这一支怎么样？它就是那种墙壁斑驳了，可是你还是觉得它是美的。该有的气质依然存在。对。当然，你说要以现在的工序的复杂度，或者是闻起来的这种丰富度，我觉得这一支相对是简单单纯的线条。对，因为其他的香调也很简单，它其实就是薰衣草、香草，它主要要给你的辛香复起调的感觉。是，对。好，来，那林心地这一支目前前调你闻到了些什么？跟大家讲。我闻到一开始它就是那个辛香感，还有一点点的那种柑橘香气，我觉得还蛮明显的，然后带出它那个草香的感觉。那我会觉得说，像那种复古的说旧式木头，它比较有那种像是在老房子里面干燥的木香，然后放着一些干燥的薰衣草，我觉得有那种气氛在里面。那它的柑橘味道其实也还蛮明显的哦，对，柑橘皮哦，那这皮可能是已经本来新鲜的，在那边晒太阳，或者是已经放了至少14天以上，已经开始枯干的那一种卷曲起来的画面，
对，种就是色泽的味道整体香气有一种干燥，然后干净，我觉得一带开始点新香感，对啊的感，觉一开始那个干燥的感觉都很像薰衣草，或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柑橘皮，对它在要风干的过程里，你会闻到的那个香气。是，嗯，好，那学姐还没有闻到什么让你可以联想到的画面呢？去哪里让你用这一支？我觉得，因为以前没有冷气，对吧？所以有一些气味是很真实的。它这样子的调香方式，我觉得在没有冷气的户外，我觉得反而会比在有冷气的室内表现得要好。没有冷气的户外，对啊，因为户外的那个不管是太阳晒下来，或是自然下过雨的水汽，在空气里是会有水汽的。是。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冷气房，我们会觉得它那个微潮湿感，那很像在干燥风化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潮湿气息。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出去在太阳底下的时候，你应该是闻不到那个潮湿气息，你闻到的就会是薰衣草跟佛手柑的香味而已。哦，所以在你身上，你觉得有潮湿的气息就是他用的薰衣草，在前段的薰衣草是很像他在做，我们在做干燥化的时候，我们不是倒掉，对，那是不是要经过一个它要变成干燥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你都会闻到有一个，那叫什么银朵吗？类似银朵，可是我觉得草应该不是草，就是干掉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气味。对，不简单。对，18，我们要用1889年的角度来思考这一支。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强了。对，就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与时俱进的学习新技能，然后跟上改变嘛，对不对？例如，当我们不懂 AI， 我们就要学用 AI 来帮助我们，对不对？你看，像我最近这个，你有留意到我的影片如果有字幕的话，你会发现，以前我们最早是没字幕，对，然后后来开始有字幕，我就在学，我发现说，哇，这个软体居然 AI 可以帮我翻译成字幕，我已经很开心了。可是我没那个耐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去修改。好，所以谢谢很多朋友接受我的这个懒惰，有错就上去。我自己也觉得还蛮好笑的，有些人翻蛮好笑，对，笑笑看。那有些那个一个字都不能错的这种人，在看我的影片，那是很痛苦，对不对？哦，那所以跟大家说个不好意思，希望你可以接受我们之前影片就是做出去就是已经固定了。但是现在我没有发现新的另一版的 AI 更强，它是做活的，你有错字还可以回去修改。重点是它还帮你翻成英文，而且我研究它的英文，它翻了95%的精确，超强。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要运用学习跟着进步，对不对？那可是有些事情要进步，可是有些事情却要保留原样。例如什么事情，你们想过吗？什么东西不可以变？啊，你是在指哪方面？生活上，我觉得好，我直接讲答案。这个传统的好味道不能变。对啊，有食物的美味的食物跟那个香水的香调，因为香水香调好难哦。对，像你看这一支，它就保留了1889年到现在。对啊，它居然可以。但我们现在闻都还是觉得它很优秀。我的潮湿感散了，现在整个佛手柑的明亮度跳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的香材很复古，真的很厉害。就是有娇兰传统香水基本的那个基础香。对啊，而且闻还会有一个凉凉味道，就还蛮适合夏天喷的。迷迭香，凉凉的感觉。那这个画面会让你回到了1889年的那个时期，好不好？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活过那个年代，但你看一些老旧的那个时期的影片，你会发现哇，那个时候几乎都是黑白的，所有的记录都是用画来做，对不对？作画来完成的。你的视觉会就回到那个这样讲，走在台南的路上，很多怀旧的那个氛围。对，好，那林经理这一支，你觉得什么样的时机适合来用这一支呢？什么职业的朋友跟这个蛮像的？
时机倒觉得都 OK， 早晚都可以，但它也没有特别重，或者它就是清爽的感觉，所以应该是任何时间想要使用都可以。那职业的话，我觉得餐厅类的，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餐厅类因为它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它不会。如果你假设啦，就是说你服务业，你想要香水你不要太重去打扰人家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也还蛮好的。是，对。那我觉得，画廊的导览员可以用这一支，对不对？因为跨越了很多的年份，那他来解说，好像穿着这个味道格外的有说服力。好，那学姐的有没有？一直在思考适合什么支。下后段再对让你补充。好，我们已经10分钟了。好，回头再跟大家讲我思考一下。拜拜。拜拜。订阅哦，记得订阅一下。先跳出去帮我们订阅一下，感谢啦。相当经典的 Jacky 后调回来。好，学姐后调。我觉得它很舒服，然后很稳定。就是如果你想找一个香味是很舒服，然后不会让人家讨厌你的，我觉得这个很 OK。因为它那个薰衣草的部分比较轻了之后啊，那个柑橘香草的部分有跳出来，我觉得很好闻。就是人家会想亲近你，然后觉得你身上是一个干净又舒服的香气。然后我刚刚有想到，它还蛮适合银行行员的。为什么？对，学姐的那个职业刚说，对，后调再说。不是，是因为它的柑橘香会让人振奋精神嘛。然后后面那个薰衣草跟，就是后面现在我闻到那个香调，我觉得是稳，就是很平稳的。就很适合银行行员，就是还蛮适合的。而且因为学姐一讲到说银行行员，我就想到你就讲钞票，然后就想到之前有人来我们这边说他想要找一个很像红包袋的香水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你这一讲像有一点红包袋，对啊，红包袋就是在更红包袋可能要再更花香一点啊，但这个就是比较偏木质一点，对，它后调又是那种就是舒服的，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刚学姐讲说什么什么跟干净的草香，对不对？香草跟香草，对，柑橘香。但是它的香草不是我们有一些像尼山那种比较带一点甜的那种香草，没有，它比较偏草感的。对，然后又有一点，反而是比较像甘草，是不是甘臭那种甘草？甘草，带一点辛香感，又带一点草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比较像这样。我觉得它的甘草芭乐的甘草，对，因为它后面的木质，西普木质是它的基调，我会被骂说这是这么好像跟我讲成甘草区这样子，很清爽啦，清新。我觉得它虽然说是带辛香感，其实是蛮多的。然后为什么会说它其实虽然是女生的？定义为女生的香水，但是男生中性，他喷着纸，当初啦，听说就是在那时候发行的时候，反是更多男生喜欢这一支香水。对，我觉得我们现在闻到那个香味啊，其实在早期香水，这是干净的皂感。对啊。对，是啊，跟现在的皂感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在镜头未来在讲，我们讨论它有点像瀑布力的那个后调，就是那种药草感的感觉。有，这是他们以前欧洲干净的那种肥皂的香气。好，因为那个年代并不是常常每一天都洗澡。这是第一个。对，第一个他们那边没有冷气，而且并不是每天都洗澡，这是事实。那当时也经历很多厕所并没有地下化啦，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来想象他们当时。对，所以这种药草感觉有点杀菌的作用，对，你懂我意思？好，那我倒觉得很像我们去中药铺，可是不是那一种药苦苦的这种感觉，不是哦，它是草药，但是偏甜的那一种。如果你可以
理解我讲的草药带一点甜的话，那大概中药房有一个比较甜的区块，你可以去闻闻看，类似现在甘草拔辣的这个香气，确实是形容的很好。那是不是就很像以前去看中医，人家他会开药给你，然后还会送你一包那个梅子糖是有这么一点鲜渣糖，对，就原来是类似那，我刚刚是有想到橄榄的那个感觉也有点像。OK， 好，那我们尽量可以描述到让你可以联想的。那最重要的还是直接来闻，当然是最实在的了哦。好，来学姐这支你给她几分？9.5。9.5。我其实觉得，我们刚刚虽然讲说它类似那个感觉，可是它在身上是好闻的，就是没有是轻轻的，不是很重的那个氛围，它比较像欧洲的药草香，不是亚洲的药草香，所以欧洲药草香不知道为什么后面闻起来都是舒服、疗愈跟放松，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带燥感的馥奇香调。所以如果你刚入门想找一支很实穿的馥奇香调，我其实还蛮推这一支的，就是柑橘有、薰衣草有，后面又干干净净的，所以就不会被打枪的。OK， 还蛮适合台湾的气候的。好，那 Cindy 呢？你给他几分？我也是差不多9.5。9.5。就这一支香水来讲，就是如果你期待它是那种很张扬的那种味道，它不是，它是那种属于比较低调的。然后你喷的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草香蛮明显，但是它中后调因为偏向就是香草跟檀木的那一种比较轻轻的木质香，然后再带一点辛香感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不要太想象它是就是那种很花香的皂感，它是比较偏带木质香、辛香木质的感觉的皂香感，是比较偏这一类的。然后又带一点，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药草的感觉。对，就是整体觉得是穿在身上，你闻到或是你晚上使用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放松舒服的味道。是 OK。那这一支虽然它开头是以蕨叶调，就是蕨类，当时蕨叶调，所以带一点水汽感嘛，因为蕨类就是调节森林中的这个湿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植物。那但是我们闻到后来，它反而是非常干燥、干净的干爽的味道。谢谢两位今天跟我们一起介绍这一支。那有机会来现场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北中南也都给它下去试试看。那我们订阅按赞咯，下支影片见，拜拜。拜拜。